自從由年頭開始，中國政府啦就向國內嘅科技公司都實施咗一連串嘅反壟斷政策啦，都令國內嘅科技公司嘅股票都變得非常之低位。咁就以騰訊嘅股價嚟講咧，由年頭最高位770蚊左右，喺唔夠一年嘅時間就跌到去最低位接近400蚊嘅水平。喺一浪低於一浪嘅情況底下，究竟騰訊有冇能力喺低位反彈呢？今日啦，我就想同大家去到分享騰訊將會反彈嘅4個原因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咁就喺大約8月份啦，有關遊戲嘅監管政策咧都陸續推出嘅。首先係國內嘅傳媒報道啦，就批評網絡遊戲咧係精神鴉片嘅言論啊。咁喺報道發布嗰一日啦，再加上中國科技股喺市場嘅信心啦，已經係非常之脆弱嘅情況底下咧，都令一啲嘅遊戲開發商，包括係騰訊啦同埋網易嘅股價咧，都係面臨好大嘅沽壓。咁接住呢個精神鴉片嘅報導啦，有關嘅監管部門咧都好快已經係宣布咗一啲收緊青少年沉迷打機嘅政策，包括限制未成年人打機嘅時間同埋遊戲課金充值嘅金額。咁仲分別邀請咗騰訊同埋網易嘅管理層啦去做一啲嘅約談啊，咁要求佢哋咧係積極落實改善嘅政策，去處理小朋友沉迷打機嘅問題。而因為呢一啲新嘅遊戲監管政策啦，咁準備出台嘅遊戲咧都要係重新審批嘅，咁所以新嘅遊戲嘅有關嘅推出嘅日期咧都要係暫停一段時間嘅。咁雖然呢一啲新嘅政策啦，聽落去就好恐怖，咁但係如果我哋去到冷靜啲去到分析嘅時候，咁究竟呢一啲新嘅遊戲監管政策又對騰訊嘅業務係有幾大嘅影響呢？事實上，根據翻騰訊提供嘅數據啦，16歲以下嘅遊戲玩家咧，只係佔騰訊整體收入嘅1%。而因為新嘅監管政策只係針對未成年人嘅玩家啦，咁所以對騰訊遊戲嘅生意造成嘅影響係好有限嘅。另外，雖然新嘅遊戲啦係需要重新去到審批嘅，咁但係騰訊現有嘅遊戲嘅運作基本上係維持不變嘅。最後，大部分騰訊嘅遊戲啦都係好國際化，好多嘅遊戲收入都係嚟自海外嘅。而根據最近騰訊公布嘅業績報告，喺海外遊戲嘅收入比起上年同期咧係有大約40% 嘅升幅。所以綜合翻頭先嘅觀點，新一輪嘅遊戲監管政策對騰訊嘅遊戲業務咧係冇太大嘅負面影響嘅。如果我哋用 PE 一個傳統嘅估值方法去到評估騰訊嘅時候，就會發現騰訊現有嘅 PE 係處於歷史嘅低位嘅。咁根據翻呢一個5年嘅騰訊嘅 PE 圖表啦，就可以見到依家騰訊嘅 PE 啦，大約係喺22倍嘅，而之前啦更加係去過最低位18倍嘅 PE 添。咁雖然 PE 啦最近係上升翻少少嘅，但係依家嘅股價啦嘅估值依然係非常之吸引啊！另外，如果我哋根據翻喺2018年騰訊同樣係面對遊戲監管嘅情況去比較嘅時候，都可以見到當時嘅 PE 啦都曾經係有落過去大約20倍嘅位置啊！然之後啦，股價都係出現一個反彈嘅情況。咁雖然有部分嘅投資者啦會反駁話呢一次嘅監管嘅力度啦係比起上幾年係大嘅，而且覆蓋嘅範圍啦係成個互聯網板塊啊。咁但係我認為啦，當呢一啲嘅監管嘅政策係淡化咗之後，騰訊嘅 PE 估值啦都應該可以係好似幾年前咁樣係回升嘅。而依家嘅 PE 跌幅啦，我認為咧已經係足以反映近期呢個嘅監管政策帶嚟嘅負面影響。如果將國內嘅科技龍頭 ATM， 包括呢個阿里巴巴、騰訊同埋美團，去到比較翻監管帶嚟嘅負面影響，咁我相信咧喺咁多間入邊，騰訊嘅影響咧係最細嘅。
宏觀嚟講，阿里巴巴當然受到嘅影響咧係最大啦。首先係螞蟻上市失敗嘅事件，之後就係電商嘅反壟斷政策同埋呢個嘅罰款。咁仲有就係阿里巴巴嘅靈魂人物馬雲曾經係多次俾中央政府係約談，都好影響到公司嘅運作。至於美團方面啦，都係反壟斷法嘅頭號對象。美團實施喺外賣行業2選1嘅反壟斷行為，俾監管機構處罰，再加上政府係要求公司係要提高保障外賣員嘅權益。咁喺呢個經營嘅成本大幅增加嘅情況底下咧，美團核心外賣業務嘅利潤啦，都係受到影響啊，都好影響到美團嘅生意。但係至於騰訊方面，除咗騰訊音樂嘅版權釋放啦，係影響比較大啲之外，市場反應最大嘅咧，都係新嘅遊戲監管政策。而我頭先第一點啦，都已經同大家去到詳細分析咗新嘅遊戲政策對於騰訊實際嘅生意啦，係冇太大嘅影響嘅。所以綜合嚟講，呢一輪嘅監管政策喺咁多間嘅科網企業入邊，政策方面對呢個騰訊嘅影響咧係最低嘅。相比起其他嘅龍頭科技股，騰訊嘅收入業務啦係相對比較多元化，咁所以當面對呢個嘅政策監管嘅時候啦嘅影響啦，都係相對比較細嘅。根據騰訊最近業績公布嘅收入分析，就可以見到，雖然遊戲嘅業務係騰訊最重要嘅收入來源之一，但係呢一個嘅業務啦，都只係佔公司大約30% 嘅總收入。所以就算話呢一次遊戲嘅監管對騰訊嘅業務係有影響都好，公司嘅多元化收入啦，都可以令到公司咧係有呢個分散風險嘅作用嘅。更何況騰訊依家係擁有中國最大嘅社交平台微信，已經證明到啦，佢嘅收入唔單止咧係要依靠遊戲嘅業務啊。騰訊無論喺呢個社交網絡、線上廣告，以至係呢個金融科技嘅收入啦，都持續錄得好穩定嘅增長。相反，如果我哋去到分析阿里巴巴同埋美團嘅收入來源咧，佢哋嘅收入就相對比起騰訊咧就冇咁分散啦。阿里巴巴嘅國內電商業務包括淘寶同埋天貓嘅平台，佔佢哋嘅總收入大約係65%，而美團喺呢個餐飲外賣嘅收入就佔公司總收入超過50%。咁所以當阿里巴巴同埋美團最主要嘅業務係有呢個政策監管影響嘅時候，咁相對比起騰訊嚟講，佢哋嘅影響程度啦係會比較大嘅。而就住呢4個觀點，我認為騰訊啦就比起其他嘅龍頭科技股係有明顯嘅優勢。咁所以除非係有更加多政策係出爐啦，如果唔係嘅話，我相信騰訊係絕對有能力係由低位反彈嘅。咁大家又對騰訊又有咩嘅睇法呢？咁歡迎大家啦去到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啊！最後講起股票，如果你係想攞到價值1000蚊嘅高通股票，同埋買美股嘅時候係可以攞到免佣金同埋免平台費嘅優惠嘅話咧，都歡迎大家啦去到下邊 description 撳落條連結度開翻個微牛戶口啊，咁就可以攞到相關嘅迎新優惠噶啦。另外，我哋和你讚最近就推咗一份新嘅免費股市月報啊！有興趣訂閱嘅朋友可以去到 description 撳落條 Google Form link 度填翻你個名同埋電郵地址就得噶啦。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讚。